大家好，我是小印，欢迎来到我的知识区频道。你见过这么简单好用的 AI 工具吗？把模糊的图片拖进来，点击处理，图片立即变得清晰，而且细节拉满。这是非常受欢迎的 AI 模糊图片高清修复工具 Upscale。对比目前很多动不动就需要搭建环境、投喂大量数据训练模型、理解模型参数或调试代码的 AI 项目来说， Upscale 无需联网，也不需要登录，简单安装后就能直接使用，而且操作也很傻瓜，几乎没有学习成本，在 AI 工具里算是极为难得的。更难得的是，这还是一款开源软件，在 GitHub 上被 28.9 万人标注为喜欢，你完全不用担心它会有后门或者后期收费等情况发生，因为它是本地离线运行的，所以就算处理隐私图片，也不用担心安全问题。回到软件主界面，图像画布区域提示系统可以处理 PNG、JPG、JPEG 和 WEBP 4种格式的图片。我们可以把需要高清处理的图片直接拖入到图像画布中即可。你也可以点击左边菜单栏中的 Select Image 按钮，在文件夹中选择。相比传统的处理方式， Upscale 使用了先进的 AI 算法，可以在不降低画质的前提下保留自然的细节和纹理，效果看起来跟真实拍摄的一样。我们来对比一下看看效果。这是一张 128×128 的图标，我们用传统的图片处理工具把它放大4倍，调成512×512，图片画质变得非常模糊。同样的图片，我们把它拖到 Upscale 中，还是从128×128放大成512×512，点击处理，处理完成。左边是原图，右边是处理后的图片。拖动中间这条分割线，可以非常方便的对比处理前后的区别。用 Upscale 放大后，程序在不改变原始图像内容的基础上，对细节部分进行了优化。我们添加一张人物聚焦照片，通过高清处理后，人物的皮肤看起来更加平滑，同时保留了自然的质感，发丝的细节和层次感也更加突出，特别是金属装饰的光线反射和纹理变得更加清晰。但是该有的模糊背景，程序依旧帮我们保留了。对于不同的图片风格， Upscale 又用对应的处理模型。点击左边菜单栏中的 Select Mode 列表，系统默认给出了6种处理模型。第一种适合处理日常拍摄的普通照片，无论是风景、人物照片、动物，还是其他类型的图像，都能保留和恢复图像中的细节和纹理，让处理后的图像看起来更加自然和真实。比如我刚刚演示的这个人物照片，用的就是第一种处理模型。第二种处理模型是第一种模型的优化版，主要目的是提高图像处理的速度，但在细节恢复方面略逊于第一种模型。第一种模型处理的发丝纹理非常清晰，第二种效果会稍微模糊一些，不过出来的图片质量也非常高。如果你需要快速处理大量的图片，同时尽可能保持好的图像质量，选择第二种模型可以大大缩短处理时间。第三种处理模型适合那些细节丢失非常严重的图像。还是这张照片，我们用第三种模型处理一下。好，处理成功。使用第三种模型处理的图片，发丝纹理更加清晰。对于普通照片来说，有点过度锐化了。相比第一种模型对普通照片的提升和优化，第三种模型更擅长修复老照片和风景。第四种处理模型可以在提升图像细节的同时，让图片变得更平滑。这个模型非常适合处理这种科技类产品图片。处理后的图片金属质感更强，线路脉络也更清晰。第五种模型和第四种很像，相比第四种模型，它更加强化了图像的锐度。所以非常适合处理这种原本就有非常多细节的图像。我们再来看看第6种模型，这个模型是专门为数字艺术作品设计的图像处理工具。
如果是处理这种动漫风格的图像，可以选择它。如果你不确定你的图片用哪种模型好，也可以把同一张图片挨个处理一遍，对比看看哪个效果最好。在优化图片时， Upscale 默认会把图片放大4倍。拖动设置条可以把图片调整到5倍、6倍。当然，如果你只想让图片变清晰，而无需让图片放大，选择1倍就可以了。比如这只炸毛的松鼠，原图是639×526，如果放大4倍，高清处理后会变成2556×2248。执行优化操作。这个是优化后的效果。如果觉得处理后的图片还是不够高清，勾选上面的 Double 选项，会让程序在原图基础上进行2次4倍放大，最终生成一张16倍的高清图片。相比直接选择16倍放大，使用 Double 模式，会先生成一张4倍的图片，然后再进行第2次差值处理，比单纯在原图上一次性差值更加精细。我们再调回4倍，用 Double 模式演示一遍。这是第1次执行，执行完成后继续进行了第2次优化，因为第2次是在第1次执行的图片上执行的，处理时间明显比第1次执行慢了好几倍。好，我们来看看效果。这个是没有勾选 Double 的文件，这张是勾选了 Double 的文件。勾选 Double 的质感会更强一点，但文件也大了10几倍。不启用2次优化的图片是6点多兆，而启用后的图片文件达到了50多兆。对比2张图片的效果差距，通常情况下1次处理就足够了。同理，这里设置的文件倍数越大，文件占用的空间也越大，而且不会像 Double 这样执行双倍优化，质感并不会得到提升。所以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默认设置4倍就可以了。如果想更精细一些，并且可以接受更长的处理时间，可以调成2倍，并开启 Double 模式。处理完成的图片默认保存在原文件同一路径下。如果你希望保存到其他路径，点击设置输出路径按钮，选择要存放的路径文件夹即可。点击执行处理后，除了拖动这条线进行原文件对比，点击右边这个工具按钮，还可以把对比视图查看模式切换成局部视图查看模式，用于查看图像的特定区域，确保图像放大后的细节没有丢失或出现问题。比如我想看优化后的耳朵，把镜头移动到耳朵即可。如果我希望看得再清楚一些，可以在工具列表中把图片放大。比如我把图片放大5倍展示，通过镜头我就能看清耳朵上的每一根毛发。拖动镜头尺寸，可以设置镜头区域的大小，比如我把值调到20，镜头大小就能覆盖松鼠的上半部分。有的小伙伴可能会好奇，这也没看到处理视频的地方呀，那怎么把视频变成高清的呢？不用着急， Upscale 虽然没有直接把视频转换成高清视频的功能，但是这里有一个批量处理多张图片的选项。接下来我将详细演示如何通过这个功能把一个模糊的视频优化成高清视频。这个是我要处理的视频，用 PortPlan 打开。这一步主要为了把视频的每一帧都保存成一张图片。没有 PortPlan 的也可以用其他工具代替，或者可以观看我之前发布的关于 PortPlan 的视频，安装一个。这个视频看起来非常模糊，我们先暂停播放，然后把进度条拖到截取图片的开始位置。我这里从0秒开始截取，按快捷键 K 键打开截图菜单，选择连续截图，设置图片截取后保存的路径，就放到桌面吧。在桌面新建一个文件夹。这是一个7秒的短视频，视频帧率为30帧，那就用7×30等于210张图。采集数量这里就填写210。如果你的视频是60帧的，则用你需要截取的视频时长乘以60，就能得出需要采集的视频数量。如果你不知道视频是多少帧，右键视频、属性、
点击详细信息，就能找到视频是多少帧每秒。再回到截图设置，选择按帧间隔，设置为每一帧截取一张，点击开始按钮，然后再点击播放。播放完成后，再回到截图设置页面，这里显示成功截取了210张图。打开文件夹，就能看到截取的所有图片。下一步，我们就需要把这些图片都变成高清。还是回到 Upscale， 从刚刚截取的图片列表中随意拖入一张图片到图像画布区域，然后选择合适的模型，看看处理后的效果。把输出路径修改一下，直接放到桌面也行。然后点击 Upscale 按钮开始执行。执行完成后，我们确定一下这张效果是否满意。如果效果不错，则启用批量处理模式，把所有图片都进行高清处理。点击选择要批量处理的图片文件夹，选择刚刚测试单张图片时确定的处理模型，再设置一个图片输出路径，还是保存到桌面。OK， 点击开始执行，这就已经在批量处理啦。因为图片太多，处理起来需要一些时间。你的系统配置足够好，同时批量处理几千张甚至上万张图片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优化完成后，我们找到刚刚设置的输出文件夹，可以看到所有处理后的高清图片。随便找一个剪辑工具，我这里使用的是剪映。点击开始创作，点击导入，找到优化后的图片，按住快捷键 Ctrl+A 选择所有图片，点击打开，然后拖到下方的剪辑区，把时间线放大，然后把鼠标放到任意一条分割线上，选择所有图片。出现这个左右箭头的图标后，按住鼠标左键往左拉，直到拉不动为止。点击播放，这就是转换成视频后的效果。点击导出，命名为高清视频，选择导出的路径，分辨率设置成 4K， 帧率还是30帧。如果你的原视频是60帧的，可以设置成60帧。导出，导出成功。这个是原视频，这个是导出后的视频，我们来对比看看效果。处理后，视频中的小草变得清晰且颗颗分明。如果你用过 FFmpeg， 这里用到的 Portplane 和剪映也可以用 FFmpeg 代替，操作会更简单一些。点击设置，帮助，其他配置，点击第二个，借助 FFmpeg 优化视频，这里有详细的操作步骤。如此强大的一款工具，我们应该去哪里下载呢？打开 GitHub 上的下载地址，也就是这个，滑动到页面最下方。Upscale 在 Windows、Mac 和 Linux 全平台都可以安装使用。EXE 结尾的是 Windows 版本安装包， Mac 电脑选择下载 DMG 格式，这些都是各版本的 Linux 安装包，大家根据自己的操作系统和版本来选择就行。除了 GitHub， 我们也可以去 Upscale 的官网下载，在浏览器中输入 Upscale， 找到 Upscale 的官网，也就是这个，点击右上角下载按钮，在这里选择对应的系统安装包。这里要注意的是，如果你下载的是 Mac 版，从这里点击，它会跳到苹果应用商店，下载需要支付12.99美金。但是如果点击下载列表，选择 DMG， 就能跳过收费环节，直接拿到安装包。我用的是 Windows 操作系统，点击下载 Windows 版本，这就已经在下载了。下载成功后，直接双击 EXE 文件，设置安装路径，点击下一步即可。安装后，桌面会出现 Upscale 的图标入口，
如果你只是想简单的把图片进行高清处理，看到这里就足够使用了。如果你想更全面的了解这款软件，可以看看它的设置部分，点击菜单栏顶部的设置，这个是软件的帮助文档。如果你觉得这个软件做得不错，可以在这里给它打赏。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也可以给我点个小赞赞。这个列表中是你每次操作时的日志记录。如果你在处理图片时出现了错误，可以来这里排查原因，也可以点击复制，把日志文件粘贴到文本中查看。Upscale 提供了不同的主题选项，你可以通过这个列表选择更符合你的视觉习惯的主题。处理后的图片默认保存为 PNG 格式，在这里你可以把输出的图像格式切换成 GPG 或 WEBP。默认图片放大倍数设置这个和处理图片时设置的倍数是一样的，比如我把它调到10倍，设置这里也会变成10倍，我再调回去，调到5倍，这里同步也设置成了5倍。如果你不希望这么简单的按倍数等比例放大，也可以打开自定义输出宽度，在这里设置需要输出的宽度值，图像的高度会根据指定的宽度自动调整。如果你设置了自定义宽度，那么图像的缩放比例设置将不再起作用，程序会按照你设定的宽度来处理图像，设置完成后需要重新启动 Upscale 才会生效。这个是图片的压缩比例设置，0%表示图像不会进行任何压缩，所以不会丢失任何细节或清晰度。比例越大，文件体积会越小，但会降低图片的画质。这个是输出后图片默认保存的位置。Upscale 默认会把处理后的图片和原图保存在同一文件夹中。打开默认保存位置，它会自动将处理后的图像保存到之前选择的输出文件夹中。比如我在处理图片时，把输出文件保存到桌面，下次再进入程序处理图片时，它会记录我上次保存的位置，再次处理图片，依然会默认保存到桌面，而不是原图所在的文件夹中。开启重新处理图像选项，程序会对已经处理过的图像重新处理一遍。在没开启的情况下，我要处理一张图片。第一次处理时，它会使用 AI 对原图进行优化。如果我再次点击处理的时候，它不会重新优化，而是直接加载之前处理好的图片。开启重新处理。每次点击处理时，它都会重新执行 AI 优化程序。这里建议保持默认关闭状态就好。这个是消息通知开关，保持默认设置就行。如果你的电脑有2块以上的独立显卡，你希望指定其中某一个显卡来工作，则可手动输入对应显卡的编号。那如何查看显卡编号呢？回到上面日志文件，找到 Backend Report 记录显卡的位置。我的电脑有2块显卡，这个 N 卡是我的独立显卡，这里显示的编号是0。这个 AMD 是我的集成显卡，编号是1。因为我没有其他独显了，系统默认会调用0号独显进行工作，所以这里可以不填写。假设我还有一个编号为3的独显，那我就可以在这里填写0或者3来指定我想要使用的独立显卡。在图像处理时，软件会将图像分割成多个小块同时处理，然后再将所有小块合并成最终图像。小块尺寸越小，细节处理的准确性越高，但也会降低处理效率。0表示自动处理模式，程序会根据你的系统配置和图像特点，自动选择最佳的小块大小。
以确保图像处理过程既高效又准确。我们也可以在这里手动输入你想要使用的小块大小。如果你想将图像分割成256×256像素的小块，输入256即可。除了系统默认的6个处理模型，如果你有特定的图像处理需求，还可以在这里添加其他自定义模型。点击帮助文档，找到模型转换指南，这里有详细的模型添加步骤。如果 Upscale 无法正常工作或出现错误，可以点击重置按钮，清除之前的所有设置，然后重新启动软件，恢复到默认状态，看看软件是否重新正常工作。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希望大家对 Upscale 的使用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请记得点赞关注我，谢谢大家的支持。